两个孕妇只是在树下聊天，怎料枯了100年的老树重新焕发生机。可当他们分别时，老树又瞬间枯萎，两人感到很奇怪，于是又聚到了一起。果然，老树又以极快的速度生长，不过半个时辰就长出了果实。路边的摊贩瞧见这景象，格外激动，这是吉兆啊！两位夫人肚子里的娃指定是天生一对。果然，当晚两人同时生产，人家生了个不会哭的儿子，而许家生出了哇哇大哭的我。于是我爹便将我和他定下了娃娃亲。怎料当晚边关有紧急军情，林将军连夜带着刚出生的儿子前去守城。转眼过了18年，爹娘正欢欢喜喜地筹备亲事，只待凌霄凯旋后与我成亲。没想到却等来了他为国捐躯、尸骨无存的噩耗。林家二老哭得肝肠寸断，我爹义薄云天，一拍大腿，嫁我许家的女儿一个唾沫一个钉。于是我就在全城人同情的目光中，抱着一只公鸡和一个黑漆漆的牌位拜了堂。新婚之夜，红烛高燃，我一个人坐在床边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和我那素未谋面的夫君牌位，开启了婚后第一次念叨：夫君啊，你我素未谋面，你就这么撒手人寰，你说你图啥呀？我这还没过门就守了寡，我找谁说理去？你看这喜被，龙凤呈祥多喜庆，可惜你没福气盖。还有这喜酒，女儿红埋了18年，可惜了，你也没口福喝，真香。我一边念叨一边一饮而尽，念叨累了我也乏了，脱了外衣就准备睡觉。就在我吹熄蜡烛躺进被窝的那一刻，房间里骤然一冷，就像3伏天被人一脚踹进了冰窖，寒气顺着脚趾往天灵盖窜去。我吓了一个机灵果，捡了被子，谁在那里？没有回应，只有窗外的月光惨白惨白的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树影。我咽了口唾沫，心里默念妖魔鬼怪快走开。突然我感觉身边的床榻往下陷了一块，好像有什么人躺了下来。我僵住了，连呼吸都忘了，比刚才更刺骨的寒意隔着被子传了过来。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那是个男人的轮廓，高大结实，就躺在我的身边一动不动。我脑子里嗡的一声，鬼压床？不对，这不是鬼压床，这是鬼上床啊！我那死鬼夫君他回来了，我吓得魂飞魄散，想尖叫，却发现嗓子眼像被一团冰堵住了，发不出半点声音。我想逃，身体却像被钉在了床上，动弹不得。黑暗中我只能感觉到他冰冷的身体。我们就这样一个活人一个死人，在同一张床上度过了诡异的新婚之夜。我一夜没敢合眼，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，身边的寒意和重量骤然消失。我猛地坐起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浑身冷汗。床的另一边空空如也，只有被褥上的褶皱，证明着昨晚的一切不是梦。我看着那块写着凌霄的牌位，腿一软，直接跌落在地上。娘啊，你闺女我可能真的要把死人念到活了。从那天起，我的鬼夫君凌霄每晚都会准时回来。他从不说话，也不做什么出格的事，就是悄无声息的来，躺在我身边，天亮前又悄无声息的走。他身上的寒气一天比一天重，冻得我每天晚上都要盖3层锦被。我从最初的惊恐到麻木，最后竟然生出了习惯。毕竟除了冷一点，他也没对我怎么样。我开始尝试着跟他沟通：夫君啊，我知道你死得冤，舍不得我，但是人鬼殊途，你老这样也不是个办法。他没反应，你在下面是不是过得不好？缺钱花吗？要不我给你烧点。他还是没反应，说干就干。第二天我就去香烛店买了一大摞纸钱，还在院子里画了个圈，一边烧一边念叨：凌霄夫君收，独家赞助，别人不许抢，你在那边别省着，该打点的打点，该花的就花，别委屈了自己。说来也怪，那天晚上他身上的寒气似乎轻了一点，我心里一喜，于是我烧纸钱烧得更勤快了，从普通的纸钱升级到了大额冥币，还给他烧了大房子。我的月钱一大半都贡献给了香烛老板，老板见我跟见财神爷似的，每次都热情地给我推荐新品。许娇娇姑娘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最新款的阴差套装，穿上保证您夫君在下面横着走。我一咬牙买了。我的贴身丫鬟叫小芝，是个胆小如鼠却忠心耿耿的姑娘。她看我天天跟魔怔了似的烧纸，吓得小脸惨白。小姐您这是干嘛呀？姑爷他已经，小姐您别太伤心。我高深莫测地看了他一眼，压低声音：你不懂，这是夫妻间的情趣。事情的转折发生在我那个爱管闲事的表妹张瑶来访之后。张瑶是我舅舅家的女儿，从小就爱跟我攀比。我嫁给牌位这件事，她明面上同情，背地里不知道笑了多少回。那天她来探望我，正撞见我在院子里给凌霄烧纸钱，她捂着嘴夸张地叫了起来：表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林家好歹是将军府，你这样传出去，岂不是让人笑话啊？我们许家不懂规矩，搞这些迷信。我给我夫君送点军备，关你屁事！张瑶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最后冷笑一声：好心当成驴肝肺，我看你是思念成疾疯了。他走后立刻就把这件事添油加醋地告诉了我娘，我娘当场就炸了，风风火火地冲进了我的院子。许娇娇，你个死丫头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？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我娘就拉着我的手哭天抢地。我可怜的女儿啊，都怪娘让你嫁给一个牌位，把你给逼疯了。你放心，娘给你请了得道高人，一定能给你身上的邪气去除了。
第二天，一个身着八卦袍、留着山羊胡的道士就被请进了府。道士自称一品道长，号称能捉尽天下妖邪。他围着我的院子转了一圈，掐指一算，面色凝重。令千金这院子阴气极重啊，必是有怨鬼作祟。我娘吓得脸都白了，连忙塞过去一袋银子。道长，求您救救我的女儿。一品道长掂了掂银子，满意的点点头。好说好说，今晚子时待贫道开坛做法，定将那怨鬼打得魂飞魄散。我一听急了，那可是我夫君，虽然是鬼，但也是我明媒正娶的夫君。我冲上去想拦，被我娘死死抱住。娇娇啊，你清醒一点，那是害你的恶鬼啊！娘，他没害我，他就是有点费钱和被子。此时一品道长准时开坛，他在院子中央摆开法阵，桃木剑、黄符纸、糯米黑狗血，一应俱全，看起来专业的不行。我被我娘和小芝一左一右的架着，只能在旁边干着急。夫君啊，你今晚可千万别回来啊！家里来了个狠人，要削你啊！我心里祈祷。一品道长开始舞动桃木剑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跳大神一样跳了半天。院子里的温度好像没什么变化，我心里稍安。看来我夫君今晚有事，不回家了。一品道长额头见了汗，似乎也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他停下来擦了把汗。这怨鬼甚是狡猾，竟躲着不出来。待贫道使出独门绝技天师引魂咒，他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罗盘，又开始念些我听不懂的咒语。念着念着，院子里平地刮起了一阵阴风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，这不靠谱的道士还真把我夫君给招过来了。果然院子里的温度开始下降，我娘和小芝都忍不住打哆嗦。一品道长却面露喜色，来了来了，孽畜还不速速现形。他话音刚落，我房间的门吱呀一声自己开了，一道修长挺拔的身影从黑暗中缓缓走了出来。月光下，他穿着一身黑色锦袍，身形如松，面容看不清，被一层淡淡的雾气笼罩着，但光看轮廓就知道是个顶级帅哥。他身上散发的寒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凛冽。院子里的花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结上一层白霜。我娘和小芝吓得尖叫一声，躲到了柱子后面。一品道长不禁反喜，大喝一声：好胆，竟敢现身看我天雷符！他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符，朝着凌霄就扔了过去。黄符在半空中噗的一下自燃了，化作一小撮灰烬飘然落地。凌霄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一品道长愣住了，咦，这不应该呀！他一咬牙，又掏出一把糯米，大喊着朝着凌霄撒去。糯米就像撞到一面无形的墙，纷纷掉落在凌霄脚前，一粒都没沾到他身上。凌霄终于有了点反应，他微微偏了偏头，似乎在看那个上蹿下跳的道士，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嫌弃。一品道长这下真的慌了，他把桃木剑舞得虎虎生风，使出了浑身解数，什么神兵急急如律令，什么太上老君快显灵，喊得声嘶力竭。凌霄就那么静静地站着，仿佛在看一只表演杂耍的猴子。最后一品道长没辙了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从鼻子里流出2行清鼻涕，大概是冻的。他想吸回去，结果刚一吸，那2行鼻涕就在他的人中上冻成了2条晶莹剔透的冰溜子。一品道长愣住了，他伸手摸了摸自己鼻子下面的冰溜子，感受着那刺骨的寒意，整个人仿佛被雷劈了一样，连滚带爬的往外跑，一边跑一边哭喊：我的妈呀，千年冰魄，这鬼道行太高，贫道受不了啊，银子还你，告辞。他跑得比兔子还快，转眼就没影了。院子里只剩我、小芝还有我娘，还有我那功力深厚的鬼夫君凌霄。他好像也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转身默默地走回了房间，躺到了我们的床上，寒气瞬间收敛了大半。我娘和小芝已经吓傻了，我却不知为何心安定了下来。我拍了拍我娘的背，娘，你看，我说了吧，他是我夫君，不是什么恶鬼，他就是比较高冷。我娘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房间的方向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从那天起，再没人敢来我的院子捉鬼了。我烧纸烧得更加心安理得，嫁给一个鬼也挺好的。他安静，不吵不闹，不沾花惹草，虽然冷了点，但夏天能省下不少冰块钱。有一次我睡到半夜，被子掉了，迷迷糊糊中，我感觉到一只冰冷的手把被子拉起来，重新盖在了我的身上，动作轻柔又带着笨拙。我开始给他烧更高级的东西，金元宝、银元宝，甚至还有纸糊的丫鬟仆人。我一边烧一边念叨：夫君啊，你在那边也得有人伺候，别老亲力亲为的，多掉价。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里我好像听到了一声极轻极淡的呼吸，我开始变本加厉，从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手里买来了一套，据说是西洋传过来的通灵神器。小芝看我抱着个画着乱七八糟字母和数字的圆盘，眼神更加关爱了。小姐，这又是什么？战略性沟通法器。我一脸严肃。晚上等凌霄照例躺下后，我把蜡烛点上，把碟子放在桌子上，深吸一口气，把手指放了上去。碟仙碟仙，请你出来。没反应。天灵灵地灵灵，夫君夫君快显灵。手指下的碟子轻轻地动了一下，我心里一喜，我清了清嗓子，请问你是我的夫君凌霄吗？碟子慢悠悠地滑到了是字上。你在那边过得还好吗？碟子滑到否字上，我心疼了。是钱不够花吗？碟子犹豫了一下，滑向了是我来了精神。那你想要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给你烧。碟子在桌子上打转，最后他颤颤巍巍地拼出了几个字：金元宝。我愣住了，就这，你就要这么朴实无华的东西？我有点失望。
但还是答应了。没问题，管够。我感觉身后的床上寒气似乎又消散了一点。第二天，我揣着我爹给我的零花钱，把全城香烛店的金元宝都包圆了，拉了整整一车回来。那场面比过年还壮观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家要开银行。我正指挥着下人把金元宝往院子里搬，准备晚上大干一场。突然天光骤变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天空瞬间暗了下来，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一股比凌霄身上那股寒气更加威严、更加令人窒息的寒气从天而降，整个徐府的人都吓傻了，纷纷跪倒在地，只有我还傻站着，抱着一个巨大的金元宝不知所措。云层中金光乍现，一对对身穿金色铠甲、手持长戟的天兵天将踏着云雾缓缓降落，将我家小院围得水泄不通。为首的一名神将抱头环眼，声如洪钟，手里的锤子闪着电光，奉天地谕令，捉拿私自下凡玩忽职守的兵系上神凌霄，速速出来！整个院子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懵了，全都瞪大了眼睛，看看天上的神仙，又看了看我，哪个凌霄？我那个牌位上的凌霄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房门开了，那个我只有在夜里见过的身影，第一次白天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。他依旧是一身玄衣，黑发如瀑。当他从阴影中走向阳光时，那层笼罩在他脸上的雾气终于散去，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，剑眉星目，鼻梁高挺，嘴唇微抿，那是一张俊美到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脸，只是脸色有些过分惨白，气质清冷的仿佛不属于这个人间。他就是凌霄。活的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手中的金元宝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为首的雷公将军看到凌霄，眼睛一瞪，凌霄，你果然在此，竟敢假死欺君，逗留人间，还不快快跟我们回天庭领罚！凌霄皱了皱眉，似乎嫌他们太吵，他轻轻抬起手打了个响指，咔嚓一声清脆的声响，院子里的温度骤降，天上那10万天兵天将，连同那位威风凛凛的雷公将军，就在我们眼前，连人带坐骑被冻成了形态各异的冰雕，还保持着刚才威严的姿势，看起来有点滑稽。凌霄做完这一切，转过头，眸子落在了我身上，他看着我，又看了看满院子的金元宝，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叹了口气，他朝我走来，第一次在我面前开口说话，娘子，往生咒可以停停吗？我每天在天庭早会上都被同事笑话，顿了顿，又指了指地上的金元宝，还有这个，烧起来烟火气太重了，还没什么用，下次直接换成真金白银的，那个是硬通货，好用一点。全家都被惊得说不出话来。我们看着满院子的冰雕神仙和我那个正在认真科普冥界的鬼夫君，集体石化了。这个世界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。我夫君不是鬼，是天上的神仙，一个离家出走，在我家装死蹭吃的神仙，还嫌我烧的纸钱质量不好。我爹的反应最快，扑通一声就跪下了，朝着凌霄的方向猛磕头，上神恕罪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上神大驾光临，还把女儿嫁给了您的牌位。我娘也反应过来了，跟着跪下，一边磕头一边哭，上神啊，我家娇娇就是嘴碎了点，但心是好的，她给您烧了那么多东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您可千万别笑她。凌霄的眉头皱得更深了，都起来吵死了。我爹娘立刻噤声，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，跟两只鹌鹑一样。凌霄的目光重新落回我身上，他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，你过来。我腿有点软，但还是挪了过去。他比我高出一个头还多。你叫许娇娇。我小鸡啄米似的点头。你每天都在念叨什么？我张了张嘴，一时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，是念叨他死得早，念叨我守活寡，还是念叨通货膨胀，纸钱都贵了。他看着我窘迫的样子，似乎失去了耐心，摆了摆手，算了。他转身看着院子里那群栩栩如生的冰雕艺术品，又叹了口气，麻烦。他随手一挥，那些冰雕瞬间化为一滩水，然后又蒸发成雾气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刚刚还黑云压城的天空瞬间恢复了清明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只有我爹娘和下人的一张张见了鬼的脸，证明着刚刚魔幻的场景。你做饭去，我饿了。什么？凌霄瞥了我一眼，你不是天天都在牌位前摆吃的吗？我看你做的那个东坡肉好像很不错，所以他不仅回来睡觉，还偷吃我的祭品。我的愤怒压过了恐惧，叉着腰就想理论，你这神怎么回事啊？偷吃祭品也就算了，你还……他一个眼神扫过来，那眼神没什么情绪，就是单纯的冷。我立马怂了，后面的话硬生生憋了回去。还想吃点什么？我这就给您做。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对方是神仙，还是个能把10万天兵当冰棍冻的神仙，我惹不起。于是在这样一个魔幻的下午，我开始给我那离家出走的神仙夫君做接风宴，而我的神仙夫君凌霄上神就大马金刀的坐在我的闺房里开始补觉。对，就是补觉。他说天兵天将打扰了他睡觉，他有起床气，他需要重新睡一觉，不然脾气会不好。脾气不好的后果就是可能会不小心把整个京城都冻上。我爹娘战战兢兢地守在门口，不敢进来也不敢走。小芝在我身边，一边帮我摘菜，一边小声嘀咕：“小姐，姑爷他真是神仙啊，不然嘞。”我没好气地剁着案板上的五花肉，见过哪个鬼那么挑食？饭做好了，4菜1汤都是家宴菜。我端进房间的时候，凌霄刚刚睡醒，他坐在桌边，看着眼前的饭菜，拿起了筷子，动作优雅，姿态金贵，仿佛在参加天庭的蟠桃盛会。
他夹起一块东坡肉放进嘴里，那一刻我看见他脸上闪过一丝满足。他吃饭的速度不快，但筷子一直没停，风卷残云，4菜1汤被他一个人吃得干干净净，连汤汁都没剩下。吃完他放下筷子，用纸巾擦了擦嘴，看着我说了一句让我毕生难忘的话：比天庭的露水好吃，以后的饭菜你都包了，我能拒绝吗？你说呢？好吧，我不能，我不仅要负责他的伙食，还要负责给他收拾烂摊子，比如他睡的床，他睡过的地方，被褥上都带着一层薄冰，硬邦邦的都能当武器使了。我每天都得把被子抱出去晒，不然晚上根本没法睡。就这样，白天他名义上是我战死沙场的夫君，实际上是个宅在我院子里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偶尔看看书的无业游民。晚上我们还是分被窝睡，因为他身上的寒气虽然收敛了很多，但依旧动人。我强烈怀疑，如果我跟他盖一床被子，第二天早上我就能成为京城第1巨人形冰雕。以前我是个给鬼夫君烧纸的望门寡，现在我是个给神仙当厨娘的倒霉蛋。而且这个神仙不仅嘴挑，还特别懒。许娇娇给我倒杯茶，许娇娇帮我把书翻一页，许娇娇我肩膀有点酸，我忍无可忍。凌霄，你好歹是个上神，能不能自己动手？他靠在躺椅上，眼皮都懒得抬。我下凡是来历劫的，不是来干活的。体验生活懂吗？你管这叫体验生活？你这叫提前过上退休养老生活。凌霄在我家赖了半个月，这半个月他成功的从一个高冷上神变成了一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，还学会了挑食的费神。今天的鱼有点腥，明天的青菜不要放蒜，我想吃辣的，但又不能太辣。这天我正在厨房研究一道叫冰火2重天的新菜式，一半是辣子鸡，一半是冰镇甜品，试图满足他那刁钻的胃。突然小芝连滚带爬的跑进来，小姐，不好了，又来了一帮神仙。我手一抖，一整盘辣椒都倒进了锅里。又来，这次是什么阵仗？这次不一样。小芝气喘吁吁地说，来的是个女的，长得可好看了，穿着一身火红的裙子，一来就指名道姓要找凌霄上神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女的找凌霄，我脑子里瞬间脑补出了1万字的神仙狗血话本子，什么痴心仙子为爱下凡，什么负心上神抛妻弃女。我擦了擦手，拎着锅铲就冲了出去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狐狸精敢来撬我墙角。虽然我这墙角有点冻脚，院子里站着一个明艳动人的女子，她确实美美的极具有攻击性，一身火红的长裙像燃烧的火焰，衬得她肌肤胜雪，眉眼间带着一股天生的骄傲。她看到凌霄从房间里走出来，眼睛一亮，声音娇滴滴的仿佛能掐出水来。凌霄哥哥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，你怎么躲到这种地方来了？害得人家好找。他说着就要往凌霄身上贴，凌霄的反应比我还快，他身形一闪，瞬间出现在3米开外，一脸嫌弃地看着他。殷华，我跟你说过离我远点。那名叫殷华的火神仙子跺了跺脚，凌霄哥哥，你怎么这么无情？天帝都快被你气死了，你私自下凡，还把雷公他们给动了，现在整个天庭都乱套了。他一边说一边眼尖地发现了我，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你就是那个凡人女子，是你勾引了凌霄哥哥。我还没说话，殷华就自顾自地说了下去，长得也不怎么样吗？凡夫俗子。凌霄哥哥，你是不是在凡间待久了，眼神都不好了？快跟我回天庭吧，天帝说了，只要你肯回去，之前的事既往不咎。我爹爹也说了，可以马上为我们举办婚典。我手里的锅铲握紧了，婚典？好家伙，我这还没离婚呢。凌霄的脸色更冷了，他看着殷华，我的事轮不到你和你爹做主，还有收起你那点小心思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凌霄哥哥，殷华的眼眶红了，我是为了你好，你堂堂上古冰神，怎么能跟一个凡人厮混在一起？他有什么好的？他能陪你万年不死吗？他能跟你一起参悟大道吗？他只会拖累你，他会不会拖累我不劳你费心？他做的饭比你的火烧云好吃1万倍。我的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，干得漂亮。虽然你又懒又挑食，你还动人，但你这张嘴总算在关键时刻有点用。好一个凡人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能留住凌霄哥哥。他突然抬手，一团炽热的火焰在他的掌心凝聚，我今天就烧了你这破院子，看你还怎么给他做饭。火焰化作一条火龙，咆哮着朝我扑来，我吓得腿都软了，手里的锅铲掉在地上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冰墙拔地而起，挡在了我的面前。火龙撞在冰墙上，发出一阵滋啦滋啦的声响，水汽蒸腾瞬间熄灭。云霄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我的身前，他的背影依旧清冷，却令人安心。殷华，你敢动他一下试试？那一刻，院子的温度降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步，连殷华这位火神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你为了一个凡人，竟然要对我动手？凌霄，你疯了！我没疯。凌霄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他重新看向殷华，滚！别让我说第3遍。殷华死死地咬着嘴唇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他最终还是没敢再动手，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仿佛在说你给我等着。然后他化作一道红光冲天而去，院子里恢复了平静。我看着凌霄的背影，心情复杂。他这是在保护我。这个念头刚一升起，就听见凌霄头也不回的声音传来，愣着干什么？锅里的辣子鸡要糊了。好吧，我收回刚才的感动，他保护的不是我，是他的饭。
虽然凌霄嘴上说是为了他的饭，但我还是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。比如他看我的时间变长了，以前他都是瘫在椅子上，眼神放空思考人生，现在他会盯着我看，看我摘菜，看我烧火，看我念叨。一天我的表哥许平从外地游学回来了，我表哥是个温润如玉的读书人，跟我青梅竹马，感情甚好。他一直以为我嫁给排位过的凄苦，这次回来特地带了很多礼物来看我。娇娇，你受苦了。表哥拉着我的手，一脸心疼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要不我去跟姑父说说，让你……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感觉周围的温度骤降，表哥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怎么突然这么冷我？一回头就看到凌霄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口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俩拉在一起的手，他的眼神比上次阴华放火时还冷，我吓得赶紧把手抽了回来。表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夫君凌霄，他没死。我这介绍说的我自己都心虚。表哥震惊的嘴巴张成了 O 型，他看看我，又看看凌霄，再看看墙角那个孤零零的牌位，没死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凌霄根本没理会我表哥的震惊，他走到我身边，把我往他身后拉了拉，然后冷冷地看着我表哥，你是谁？表哥被他看得发毛，但还是为人风骨地拱了拱手。在下许平，是娇娇的表哥。他瞥了一眼我刚才被表哥拉过的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以后离他远点。这话说的好像我俩有什么不清不白的关系一样。他是我表哥，亲的，一个我娘的哥哥生的儿子那种亲，那也不行。你是我的娘子，就不能和别的男人拉拉扯扯。他说的理直气壮，仿佛他不是那个在我家蹭吃蹭喝的废神，而是真的履行了夫君职责一样。我气笑了，凌霄，你讲不讲道理？我嫁的是你的牌位，我们拜堂的时候你还在天上逍遥呢，现在你倒管起我来了。总之不行。凌霄被我噎了一下，然后他就不理我们，转身回屋了。只是那背影怎么看怎么带着一股闹别扭的意味。表哥在我身边目瞪口呆，娇娇，这位妹夫他是不是在吃醋啊？那个七情六欲都快冻没了的上神，他会吃醋？怎么可能？他肯定是觉得我这个厨娘跟别人跑了，以后就没人给他做饭了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凌霄的行为越来越奇怪，他不再宅在院子里了，我去哪他跟到哪。我去厨房，他搬个椅子坐在门口看；我去花园，他跟在后面，美其名曰巡视本神的私有财产。我去跟我娘聊天，他就坐在旁边喝茶，一言不发。但那强大的低气压让我娘和我一句话都不敢多说。最过分的是，我表哥再来找我，直接把人堵在门口，用眼刀子把人活活逼退。他很忙没空见你，他要给我做饭，没空见你；他要给我洗衣服，没空见你。表哥最后落荒而逃，走之前给我留下一个你自求多福的眼神。我终于忍无可忍，晚上我把一盘辣到可以喷火的辣子鸡重重地放在他面前。凌霄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他夹起一块鸡肉，面不改色地吃了下去，甚至连眉头都没皱一下。没什么，那你为什么天天跟着我，还把我表哥赶走？他放下筷子，抬眼看我，许娇娇，你是本神的妻，虽然拜堂的时候我没到场，虽然成亲的缘由很荒谬，但天道姻缘不上，你我的名字已经写在了一起，所以你是我的，谁也不许碰。自从凌霄单方面宣布了对我的所有权之后，他的行为就越发肆无忌惮。他不仅要霸占我的时间，还要霸占我的床，当然不是你们想的那种霸占，他依旧是睡在床的另一边，但不再满足于分被窝了，要求必须是盖同一床被子，美其名曰阴阳调和，有益于你的凡人身体。我言辞拒绝，结果当天晚上我的3床锦被全都被他冻成了硬邦邦的冰坨坨，根本盖不了，我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最后我屈服了，我哆哆嗦嗦地钻进了他的被窝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被窝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般冷，他似乎是刻意收敛了寒气，只留下一丝丝清凉。黑暗中我能听到他平稳的呼吸声，感受到他温热的身体就在我旁边，我的脸不争气的红了。第二天天庭又来人了，是来要东西的，自称是太上老君的仙童，他提着篮子，一见到凌霄就哭丧着脸。凌霄上神，您就高抬贵手回天庭吧，您再不回去，天帝的胡子都要薅秃了。凌霄眼皮子都懒得抬，别废话，有事说事。丹童哭得更伤心了，您前天是不是夜探了兜率宫？是。您是不是拿走了我们老君刚炼好的9转还魂丹？是。味道不错，入口即化，就是甜了点，那是给天帝预备的。您是不是还顺手牵羊，摘了蟠桃园王母娘娘最宝贝的那几颗9000年一熟的仙桃？那个我娘子喜欢吃甜的。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颗水灵灵泛着金光的桃子，看也不看就塞到我手里，尝尝，这个比凡间的桃子好吃。我捧着那颗传说中的仙桃手都在抖，这吃了能长生不老的玩意儿，他就这么给我拿来当零食了。丹童已经快要昏过去了，上神啊，你还把月老的红线拿来。他颤抖地指着院子里正在晾晒的衣服，只见2件衣服之间牵着一根发光的红绳，是月老的红线被凌霄拿来当晾衣绳了。凌霄瞥了一眼原来的绳子不结实，这个韧性好。丹童崩溃了，他跪在地上抱着凌霄的大腿，上神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回去吧，您喜欢吃什么我们给你做，您想要什么我们给你送，您别在天庭进货了行不行啊？再这么下去，天庭都要被您搬空了。天庭的东西不好吃也不好用，这里挺好的。凌霄嫌弃的把腿抽了出来，他这话说的云淡风轻，我却听得心头一跳。丹童没办法，只能留下篮子哭着走了。
打开篮子一看，好家伙，里面装满了各种仙丹仙果，还有几本闪着金光的天庭食谱大全，甚至还有一张纸条，上面是天帝亲笔写的，字迹都在抖。凌霄，算朕求你了，想吃什么照着菜谱点，朕派御膳房给你空运过去，别再自己动手了。从那天起，我们家门口每天都有天庭人员准时来送货。今天送来东海龙王的夜明珠，说是凌霄觉得烛火太暗；明天送来织女的云锦，说是凌霄嫌凡间的布料太糙；后天甚至牵来一只麒麟幼崽，说是凌霄觉得院子里太单调，缺点生气。凌霄上神，悠哉悠哉躺在院子里，指挥着麒麟去给他摘树上的果子，一边吃一边看我忙前忙后。他的节操连同天庭的财宝一起掉了一地。我终于明白，他不是来历劫的，他是来享受的。我是他钦定的御用保姆，我认命了。谁让我嫁了这么一个祖宗呢？我狠狠地瞪着凌霄，他却握住我的手，掌心温暖无寒。原来他早用仙力为我重塑体质，不惧寒气。后来京城人人皆知，你家有位神仙姑爷，高冷护妻，还总用仙桃当零嘴。而我从嫁给牌位的望门寡，变成了被神仙宠上天的厨娘。小院里红绳亮衣，麒麟摘果，烟火气混着仙气，成了最惬意的时光。这场荒唐的娃娃亲，终究成了跨越人神的旷世情缘。